还怎么也没想到，只因自己的家乡出现了强度12的深渊，他那早已宣布隐居的祖父竟再次出山。面对这种级别的灾害，一般的探索者只有被蹂躏子，可男主的祖父是被称为不灭恶鬼的最强男人，年轻时更是进化过难度13的深渊。要知道12级就是足以匹敌魔王的强度，而13级世间无一人能挑战成功。可即便是当时最强的男人，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蚀。在和强度12的深渊棒厮杀了一晚后，祖父虽然赢了，但他的身体也被斩成了2半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和男主交代遗言。这就是探索者最后的下场。既然你选择了战斗，就等于时刻都与死神为邻，所以你看到我现在的惨样，还打算成为探索者？男主流下了眼泪，并发誓要成为比祖父还强的探索员。然而一晃2年半过去了，男主的愿望并没有实现，只因他的职业是最弱的话术师，只能躲在队友后面发号指令。他们虽然是 C 级小队，但却因为男主的交涉浓郁，成功接到了 B 级的讨伐上级吸血鬼的任务。击杀了一路的下级吸血鬼后，队里的战士有些不耐烦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斩杀本体？这样眷属就会失去行动能力。男主表示，我们只是 C 级判做的，如果同时对上眷属和 BOSS， 肯定只有死路一条。战士不以为然，还阴阳起了男主，战斗的指挥就交给你这个话术师，你只需躲在后面，一点都不用担心受伤，真是太厉害。男主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嘲讽，毕竟话术师这个职业没什么战斗力，只能依靠同伴战斗。男主想解释先解决眷属的重要性，可没想到就是这短短宝贝步，让躲在天花板上的 BOSS 抓住了机会，他直接瞄准了男主这个指挥，将男主困在了毒气之中。其余几个队友想要帮忙，可没了男主的指挥，他们连平时一半的战力都发挥不出来。战士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希望男主能赶紧发挥作用。与此同时，毒气中的男主想起了家乡和祖父被深渊摧毁的场景，于是猛炫了一瓶回复药水，然后掏出了自己唯一的武器。他虽然战斗能力低，但话术师可是辅助职业，男主更是将自己的几个技能都学到了马技。他首先使用战术展开，这个技能能通过向队伍下链，从而让队友的全属性提高 25%， 而第二个技能也是强化，男主可以主动提高所有人的士气，让队友的体力和魔力再提升 25%。两个战士瞬间找到了原来的感觉。最后男主闪现到后方下令，让法师给两人套上护盾，整个局势瞬间反转。刚刚那看似不可攻略的BOSS，现在仅是2秒半便轻中解字，而打倒BOSS后，其余眷属全部失去行动力，整个迷宫的深渊也被净化。接着众人返回帝都庆祝，这个都市发展魔宫文明，所以比起其他国家更容易引发深渊，于是帝都便提倡人们成为探索者去净化深渊。但男主的目的可不是过来赚钱的，他的梦想是成为比祖父还要强的探索者。于是在结束了今天的庆祝后，男主提议创建一个战团，只因大型委托是帝都直接下的，而他们这种小队只能算最下游的承包商。这话瞬间让红毛为难，要知道创建一个战团需要2000万菲尔，而他们的小队资金只有1280万。男主表示不用担心，不够的资金由他来解决，与其继续承接别人的工作，不如自己创建一个战团，比较有钱赚。红毛还是反对，创建战团的条件之一是在帝都内也够为巨屌。男主回到这也不用担心，他有租到便宜房子的门路。青毛也站了出来反对，他们只是新手，等级也只有 C 级，怎么可能经营好一个战团？男主很无奈，既然你们不想创建，那就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资金给我，我自己发展。这时战士选择站到了男主这一边，他也想趁早做大做强。红毛和金毛的脸瞬间黑了，于是只能同意两人的要求，不过今天只能口头说说，至于后续的操作，由他这个队长先去了解一下再来商讨。男主答应了下来，可没想到红毛这个老六第二天就被刺了自己。ロイドとタリアが俺たちを裏切りやがった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穿越到自己亲手设计的游戏世界中，并转身为异世界最强大的魔王，仅仅一击就能秒杀闻风丧胆的恶魔。然而最离谱的是，他不光有外挂般的管理员权限，而且在游戏里开启了后宫，简直就是人生巅峰的极致体验。由于个人的经费不足，男主精心制作的游戏即将在今晚停服。然而就在凌晨12点整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男主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之中，直到看见河里的倒影，男主才知道自己变成了魔王，而且连声音都变了。然而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，森林里突然出现一位女孩，随即大喊让大叔赶紧逃。结果话音刚落，一只恶魔就从天而降。一开始男主还以为他是女孩养的宠物，直到他不讲武德发起攻击。お前何の罪？自動反撃発動反撃開リベンジ。必殺。クリティカルヒット。判定失敗。相手はすでに倒れている。生存スキル発動。瞑想。判定成功。区内の体力が回復した。看着恶魔在自己的眼前消失，男主才想起这跟自己做的游戏一模一样的设定。正是这种超乎寻常的操作，让女孩误以为男主就是传说中的魔王，生怕自己被他吃掉。无奈之下，男主只好慢慢解释，并展现出自己温柔的一面。看着女孩亚可浑身脏兮兮，便带着她去和洗漱一下。在途中，男主要确定一件事，如果是游戏的话，就叫出状态确认一下能力值。结果真的能叫出来，而且还能切换成开发者模式。不过管理员权限全都被锁定了，于是男主先不想那么多，把刚才战斗累积的技能点数制作出肥皂和浴巾来。这是专
专门为女孩准备的。在亚可洗澡的期间，男主继续研究自己的面板，试图找到能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。结果只知道自己这个角色几乎是无敌的，其他的就一无所知。男主不禁在想，只要将管理员权限全部解除，也许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权限解除的办法可能是打倒敌人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亚可洗漱完毕，男主便询问他是否知道恶魔的巢穴在哪里，而亚可刚好知道，原来村里的人都嫌他又脏又丑，最后还把他当成献给恶魔的活祭品，所以知道了恶魔巢穴的位置。在亚可的带领下，男主很快就来到目的地。接下来他打算独自进入以查看情况，可没曾想里面有几个刚死去的尸体。也在这时，石碑上的骷髅人突然说话，原来那些人在祈祷着让魔王降临，也就是当时男主碰巧登录游戏才会被召唤到这个世界，而那些祈祷者最终都未能逃脱被破解封印的葛雷欧尔所杀的命运，而骷髅人和他一战也即将气力用尽。男主恳求骷髅人在其临终前能把自己送回原来的世界，奈何与祈祷相反的愿望无法实现。不过最后的来访者骷髅人决定赠予他一件宝物，只见下一秒，男主手上就戴着一枚戒指。随着骷髅人的话语落下，他的身体逐渐瓦解，最终化为了尘埃。事后男主角仔细研究这枚戒指，发现它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。他猜测这个戒指只要把能量增加到满格，或许就能找到回到原本世界的途径。然而如何增加这枚戒指的能量，却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。男人因为怕死，所以把属性点全都加上了幸运，却不料开局就把幸运值直接拉满。就在刚刚，他是做梦都没想到，只是做个梦的功夫就遇到了异世界小说的穿越桥段。随着魔法阵逐渐向四周蔓延，本以为躲到天花板就能逃掉，可还没安心2秒半，魔法阵便再次出现。谁知穿越后他没遇到刻板印象的沙雕国王和美丽公主，只有一个同样孤身一人的龟仙人。对方提醒男主快点去做准备，其他人早都已经出发了。随着一扇外挂面板从地面浮现，男主激动上面有很多牛逼的技能，却不料因为他最墨迹的缘故，强大技能都被选完了，剩下的都是没人要的废柴技能，要么是掷骰子按点数分配能力值，要么是村民套装和隐形眼镜。男主是真的服了，剩下的技能一看就是鸡肋，连魔法都是一些看似就无用的技能。于是男主向龟仙人抱怨，靠这些垃圾能力只怕连新手村都走不出去。结果对方恼羞成怒，一气之下就把剩下的垃圾能力打包塞给男主。再一转眼，男主就被送到了异世界，地上躺着装有村民套装的收纳袋，却不料里面竟然是无限空间。虽然里面的东西摆明都是村民剩下的，不过男主却感觉穿在身上还有点小帅。随后才想起来确认自己的状态，不料开局就要掷骰子才能打开属性面板，男主意外掷出了2个摁点数。なんじゃそりゃ M ってなんだよ、まさかマイナスの M？いやー、ド M の M ってことも。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不是一点实力就能改善的，于是男主选择全部加幸运，谁知竟直接把幸运拉满。原来 M 是最大值的 M， 但其他的垃圾技能实在无法直视。除此之外，因为他是被单独召唤来的，所以多了个无法与人组队的边缘人被动，以及使役魔物的能力。男主绝望，这下只怕没机会开异世界后宫。但当务之急是要先找个安全据点。此刻他想起初始道具还有隐形眼镜，这眼镜一戴世界豁然开朗，还为男主带来了鉴定技能，而村民里套装的含金量还在增加。男主一路搜刮各种草药食材，反正多少收纳袋都能装得下。在幸运的加持下，男主找到河流补充水分，又成功发现附近有一座无人山洞。男主窃喜收纳袋中还有魔力帐篷和魔力提灯，正好这次便宜了自己。夜间在森林中捡到的木柴和枯叶，再用温度魔法升温点燃取暖。此刻男主才发现，随着温度魔法等级上升，他又新学会了火魔法，拼了一天还获得了千里眼、察觉气息和锁敌魔法。所幸男主安全度过了异世界的第1个夜晚，只因魔法提灯具备驱魔效果，家里蹲称号则能让他窝在家里的时候无敌。随后他用火魔法生火，村民那套装里的道具切菜做饭。此刻男主对村民的崇拜之情无法言说，里面各种野外求生道具一应俱全。接下来他打算把洞窟当作根据地，然后最重要的是确保粮食和安全。说到安全，就遇到了哥布林在外觅食。男主清楚置身森林除了中午早晚得战，现在正是下手的好机会，但只靠一根棒子实在没有安全感。他试着用包装魔法给棒子附魔，もう1匹。攻撃は単調、動きが読める。随着击败了2只哥布林，男主的等级来到了2级，能力值也都翻了1倍以上，不少技能也都跟着相应提升。第3日，男主打算继续练习使用魔法，他尝试将魔力覆盖全身，随即发现身体的各种机能获得了飞速的提升。今天就连哥布林也能轻松击败，就算1挑3他也不在话下。まあ、今はやめといてあげるが、帰って魔法の研究と。在这之后，男主晚上则研究魔法做实验，白天打哥布林练级。来到异世界的第5天，男主已经可以一击秒杀哥布林，山洞布置也获得了大加强。正当他觉得异世界生活即将步入正轨之时，晚上男主就探知到同学们的气息，还是他最不想遇到的不良少年。然而不仅如此，男主发动千里眼，还看到了辣妹团体、肌肉笨蛋团体以及阿宅团体全都朝他这个方向接近。最让他在意的是班长也在附近，毕竟班长和他从小就认识。虽然他清楚在这个危险的世界，有同伴才能更好的生存，但男主的中二之魂却猛然爆发。这种孤身一人的孤高感，不会被任何人干涉的自在生活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状态。比起组队，还是一个人攻略异世界才更爽。